公元207年，大汉建安12年5月，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曹操跟一个颇具理想主义的郭嘉一拍即合，拉上颇具英雄主义的张辽，以及一大票骁勇的擅长骑兵战术的将领，如徐晃、张合、张绣、献于府、颜柔、曹纯、千招等人，造型非常拉风的来到了吴中城下。虽然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一连持续了2个多月，但大家依然最终达成一致，决定奇袭乌桓人的老巢柳城。在郭嘉兵贵神速的建议下，曹操下令丢掉辎重，轻装前行。在幽州名士田畴的带领下，大军翻越徐无山，急出卢龙塞，过平冈，穿牧场，艰难行军500里，最终登上白狼堆，并在此迫使乌桓单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低支和逃亡到此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展开会战。此战对双方都意义重大，如果曹操战败，那么曹军孤险北国，势必全军覆没于辽西；而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柳城势必失守，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曹操大军的意图很清晰，本次作战就是奔着斩草除根来的。因此，秉持首战即决战的战略思路，张辽极力劝说曹操趁敌军仓促集结的时机开展冲锋。曹老板登高瞭望乌桓人的部队之后，立刻授予了张辽临时指挥权，亲自配给他持挥，命令张辽为前锋，全军出击。全明星级别的曹军将士，外加上曹操贴身警卫团虎豹骑，奋勇争先，双方数万骑兵展开大混战。在战斗中，张辽勇猛无畏，冲锋甚猛，创造了古代战争中非常难得又经典的功绩——斩将。于混乱中临阵斩杀乌桓首领蹋顿单于。在全龙无首的境地之下，乌桓人最终被曹魏铁骑杀得七零八落，实在死者披也。三军乌桓的主力也在这场决战中全面崩溃。此战曹操方面大获全胜，斩单于蹋顿及明王以下骨干10余人，俘获部众20余万。为什么讲述鲜卑人的往事要先说一嘴乌桓人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乌桓人因为更靠近汉朝边境，汉化程度非常高的同时，战斗力也就更强。他们竟然趁着东汉末年的动荡，闯入中原，烧杀抢掠，掠走汉人10万到塞外为奴，血海深仇虽久事可报。曹操本人对处理帝国边境的胡人蛮夷问题高度重视，曹操和梁袭专门针对北京地区的胡人打出的扣押、编户、斩首3板斧，直接把粗犷的胡人变成了乖宝宝，并且梁袭在滨州当刺史的时候，一言不合就会当着鲜卑军队的面一刀把他们的首领给砍了。当然，乌桓人和鲜卑人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在地理位置上，乌桓人和鲜卑人的分布比较接近，乌桓靠近中原，鲜卑靠近乌桓。在文化习俗上，乌桓和鲜卑那就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种族。在威胁上，乌桓是壮大了的鲜卑，鲜卑是还在苟且发育状态下的乌桓。但无论怎么说，乌桓人作为一个胡人种族，被曹老板极为迅速和果断地出手屠灭。在白梁山战役之后，乌桓人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此战的意义无需赘言，至少将五胡乱华的历史进程推迟了50年。而曹老板则是在回军的途中，在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写下大气且浪漫的《观沧海》。1400年后，教员在秦皇岛北戴河瞭望远方，不无赞赏地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塞外的故事跟消消乐比起来差不多。最早威震秦朝北境，又跟大汉帝国打生打死的是匈奴人。西汉、东汉从来都对匈奴表示不服，在持续接近200年的接连不断的汉匈战争下，匈奴人越打越抽抽，早就在东汉年间就分裂成2部分，其中一部分表示再也不跟汉朝作对了，他们远远的一路西窜，逃到了天山、阿尔泰山以西，一直走到欧洲波罗的海和多瑙河畔，继而侵入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和西哥特大军在巴黎城外展开殊死较量。这部分匈奴人叫做北匈奴。另外一部分南匈奴也表示再也不跟汉朝作对了，他们则选择了一个更舒服的道路，选择拖家带口归附到大汉的荣光之下，从此被汉帝国安排在北部边境，充当汉军的眼线和外援，抵挡北匈奴和其他胡人部落的入侵。匈奴人跑的跑，降的降，广阔无垠的蒙古高原上没有了核心力量，就慢慢长出来另外一个民族——鲜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鲜卑部出了一个大能人谭石槐。谭石槐趁着匈奴人的缺位，逐渐团结各个鲜卑部落，
将较为分散的鲜卑部落凝聚成一个军事联盟体。谭世怀担任各部落的大首领，实在谭世怀这个政权的地盘完全占据匈奴故土，势力极为庞大，号称东西横跨14000余里，南北达7000余里。谭世怀的横空出世是有历史意义的。为了使得鲜卑部族走向正规化，谭世怀将鲜卑分为3部：中、东、西部。这种划分不仅在于当下的方便管理，也在于给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这3部的首领及3部大人中，东部大人怀头是后来宇文鲜卑氏的祖先，中部大人慕容是慕容鲜卑氏的祖先，而西部大人推演有可能就是拓跋鲜卑氏的祖先。只可惜谭世怀的崛起只是一代强人勉强冲刺，相较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混了几千年华夏来说，毕竟还是有些突样。曹老板从根儿上消灭乌桓，曹魏也就有本事把鲜卑制服。谭世怀死之后，他的后继者能力大不如前，3部鲜卑很快就错失了高速发展期。尽管也有一个鲜卑小帅柯比能从底层发家，再次迅速将鲜卑人团结起来形成合力，而且此人左右逢源，又是左边联合诸葛亮抗击曹魏，又是右边又接受魏文帝曹丕的王爵。但是很可惜，当曹魏朝堂对鲜卑的复兴产生警惕之后，曹魏的边境大员又是派出了一名无双刺客韩龙，一刀就结果了柯比能性命，也结果了一个庞大的武装集团，也结果了鲜卑人的国运。此后鲜卑再次分崩离析，沦落为塞外众多生产力低下、实力弱小又醉心于互相攻杀的胡人部落之一。谭世怀、柯比能2代雄主先后离开之后，慕容鲜卑部渐渐向东移动，逐渐迁徙到了辽西地区，渐渐占有了原来乌桓人的地盘。但此时慕容部对中原帝国还是抱有很大畏惧的，首领莫护拔学着当年匈奴人归附大汉那样，向曹魏称臣，老老实实的充当大魏的塞外雇佣兵。很快鲜卑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就来了。大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反叛魏国，自立为王，割据辽东。面对分裂祖国的可恶行径，魏国随即派出国之干城、帝国柱石、托孤大臣、3朝元老、长寿冠军、表演大师、连续创业者曹爽的破壁人、诸葛亮的持志者司马懿先生出兵辽东。而莫护拔的慕容鲜卑部就是众多跟随司马宣王讨伐公孙渊的胡人部落之一。战后莫护拔因战功被封为帅邑王，并允许将驻地转移到吉城一带。更加靠近中原之后，莫护拔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在他和他的儿子慕容慕言的带领之下，慕容鲜卑部慢慢的靠拢中原正统。由于看到燕赵大地上很多魏晋百姓都流行在头上戴步摇做装饰，莫护拔也很喜欢，自己经常戴步摇，久而久之，步摇的发音就讹传成为了慕容，这也是这支文明命名的由来。当然慕容氏自己不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骄傲地告诉你，自己的祖先莫护拔是因为仰慕天地2仪之德，继承日月星3光之荣，所以才叫慕容氏的。但无论怎么讲，两种说法都明显地表明了鲜卑氏在向中原文明靠近的迹象。这种对中原的向往一直从莫护拔传承下来，到他的儿子慕容延，再到慕延的儿子慕容射归，再到射归的儿子慕容伟。按照史书的说法，慕容伟长相非常出彩，他个子高，脸庞帅，气量大度，颇有雄杰。此时正在边境刷履历的西晋开国重臣张华先生，时任安北将军，驻扎在幽州。按照惯例，慕容鲜卑部酋长要定期给大晋的有关主管官员汇报工作，而且作为胡人部落的贵族，与汉人地方大员时常走动，也是维持关系的常规动作。年幼的慕容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了张华。张华一看到慕容伟，就觉得这个小胡不一般，他颇为赞叹地说：“小子，你长大了之后必定是治世之才，而且还是一个能匡救时难的人，要好好干啊！”当然，毕竟张华也没有把自己这话写进档案里留存。晋书本着为传主美化的传统，或许只是对慕容伟的溢美之词。虚假的恭维结束了，真实的厉害就要上演了。慕容伟年形慢慢长大，他的父亲慕容射归则是慢慢衰老。按照慕容氏以往的规矩，应当由慕容伟继位，但他的叔叔慕容奈却上演了草原部落非常常见的篡位自立，而且事成之后还拉拢族人准备诛杀慕容伟。慕容伟仓皇之下匆忙出逃，而这次出逃似乎就给他们慕容家族打了第一个样，
以后的历代子弟中都会有一个受到族人排挤而出逃的人，比如第2代的慕容翰，第3代的慕容垂。2年后，慕容奈的地位被族人掀翻了，慕容氏的族人愤怒地将他斩杀，并把慕容伟邀请回来，拥立他成为这个部落的新首领。但很快，慕容伟又跟他的哥哥闹不愉快了，这也成了慕容氏的第2个特征：兄弟之间必定不和，甚至残杀。慕容吐玉浑是社归的庶长子，也是慕容伟的大哥。社归还在世的时候，分出700户牧民给吐玉浑，吐玉浑和慕容伟2部都以放牧牛羊马为生。有一次，2部之间的马匹互相打斗，让慕容伟的马受伤不轻。慕容伟非常愤怒，派人质问吐玉浑说：“先父把我们分开，你怎么又回来了？还让你的马伤我的马？”吐玉浑也是火大，他失望地说：“马是畜生，马群争斗是正常的，你怎么能因为马而迁怒于人呢？想让马群分开很简单，我走就是了，现在就走，离你1万里。”说完这话，吐玉浑就赶着马群向西而行，每天走80里。慕容伟知道之后非常后悔，感到深深的自责，派人想要追回吐玉浑。吐玉浑见了慕容伟的使者，摇了摇头，说：“算命的说了，先王的辅佐会通过2个儿子遗传给后世，我只是一个庶生子，按说没有跟慕容伟同时兴盛的道理。今天因为马斗而离别，大概也是天意的暗示，我还是走吧。”就这样，慕容伟把他的大哥气走了。而这个慕容吐玉浑，想必大家也知道了，就是后来在西北建立吐玉浑政权的开国领袖。当慕容氏的燕国崛起，又灭国，又复国，又灭国的时候，吐玉浑这一支却始终在苟且发育，一直到燕国灭亡的200多年后，吐玉浑竟然还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跟大唐打得火热。话说回来，慕容伟一怒之下气走了长兄吐玉浑，很快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冲动犯下第2件蠢事。慕容伟回到自己的部族之后，马上开始着手对相邻的宇文鲜卑氏发动战争。原因也很简单，当年自己的老父亲社归跟宇文氏有仇，此仇不报，那自己还是孝子吗？那还能服众吗？慕容伟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他怒气冲冲地请求晋朝批准慕容部跟宇文部单挑。此时中原帝国的主人是晋武帝司马炎，武帝本着不折腾的思路驳回了慕容伟的请求，那意思是劝慕容伟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时年只有17岁的慕容伟更生气了，表示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你不是不让我打吗？好了，现在我不打宇文部了，我要打你。随后他调转枪头，直接向晋朝宣战，入寇辽西。脾气倔强，一点就炸，谁也不服，是这个年纪慕容伟应有的特质。但是他的对手宛如庞然大物般的西晋帝国可绝不惯着他。虽然时过境迁，公元300年后，胡人纷纷割据中原，但霸王之乱之前，继承曹魏军事制度的晋朝，武力值绝对不是一个慕容氏够看的。晋帝国拿捏一个胡人部落还是非常轻松的。很快，慕容伟遭遇了西晋幽州地区边防军的重挫，大败而逃。有家难回，吃了苦头的慕容伟又开始骚扰其他胡人部落，攻打扶余国，试图吞并扶余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但晋帝国显然不是没有预案，自东汉以来，朝廷就专门设置了各类胡人校尉这种军事机构和干部队伍，而东夷校尉其职责就是监督保护这幽州以东以北的各胡人部群。因此他当然不会看着慕容伟胡来，能打胡人的只能是大晋，轮得着你一个酋长动手吗？因此东夷校尉何堪又率大军驱逐慕容伟。慕容伟一开始想硬碰硬，结果一战损失了重要骨干和不少部众，再次溃败而逃。扶余国在晋朝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家园。被打得抱头鼠窜好多年的慕容伟终于明白了，相较于庞大巍峨的晋帝国，慕容氏眼前绝对没有任何与之对抗的实力，甚至慕容氏想通过悄悄吞并其他部落壮大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中原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之下，只要自己稍微有一点出格的举动，晋帝国就会裹挟着一大帮杂七杂八的胡人部落前来讨伐。被打服了气的慕容开始走向成熟，走向现实。他召开大会，向部众宣布了一个重要决策：投降晋朝，全面汉化。慕容伟告诫部众子弟说，自祖先以来，我们慕容氏世代侍奉中原之国为正统，华夏以边邑，在风俗礼仪上各有不同，而且强弱之势早已定型，我们怎么可能跟晋朝对抗呢？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吗？被大晋铁骑征服的慕容鲜卑部低下了他倔强的头颅，遣使投降，这就令武帝司马炎很开心。众所周知，晋武帝是一个脾气颇好的帝王，随后他大手一挥，接纳了慕容伟的投降，并封给了慕容伟正式的编制鲜卑都督，还允许被撵得鸡飞狗跳的慕容氏回到了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吉城。
从此之后，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慕容伟消失在了史书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润和平、低调内敛、不露声色的老狐狸慕容伟。自从太康10年（公元289年）投降晋朝之后，慕容伟便带领自己的部族老老实实的做乖孩子、好学生，主打的就是一个认真听话。比如，没有晋朝的允许，慕容部绝不会发动任何战争，甚至当死对头宇文部打上门来的时候，慕容伟也非常克制，好酒好肉，送钱送礼，把宇文部打发走了也就算了。再比如，幽州、燕地、辽东地区，但凡遭遇了天灾人祸，慕容氏总会慷慨解囊，拿出自己部落里的粮食物资赈济灾民，堪称辽东地区第1代善人。回过头来看，慕容氏的这段岁月静好、眼里有光、猥琐发育的日子，真是一段令人难忘又不舍的梦。或许慕容伟会想，这个梦如果能一直做下去就好了。但被历史选中的人，又怎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公元300年前后，也就是慕容伟投降西晋10年之后，西晋中央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惊险政变。先是皇后贾南风杀了太子司马昱，紧接着是赵王司马伦废杀贾南风，篡了自己孙子的位，再接着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3王举义，几十万大军攻入首都，杀了司马伦，八王之乱爆发了。危险不在江湖之远，而正在庙堂之高。中原秩序大解体，中央王朝崩溃，这就让各胡人部落开始蠢蠢欲动，动静越闹越大。此时部署在当地的西晋东夷校尉也不好使了，面对扰动的胡人，左之右出之下，他也无计可施。但这些乘胜而起的人中，当然没有慕容伟。相反，慕容伟竟然是积极维护晋朝统治的那一方。比如，他请示过地方长官之后，才出手重挫上门找事儿的宇文鲜卑部，又出兵驱逐了正围攻辽东太守的胡人大军，替辽东太守解了围，还大开城门，给因动乱而流亡的辽东百姓提供避难场所。可以说，从八王之乱一开始，慕容伟的表现就是态度特别鲜明，立场特别坚定。随着中原的动荡越来越剧烈，苦难越来越深重，西晋王朝也成了破鼓万人锤。就连晋朝安排在北方保境安民的一把手、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的王浚也开始道德沦丧，仗着自己手里有完整的边防军，又控制着包括乌丸沈登、乌桓节珠、段部鲜卑、段无务陈等胡人部落，他仍然也像中原的那些王爷一样篡位当皇帝。面对王浚给自己送来的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的委任状，慕容伟果断拒绝。一方面是同这个乱臣贼子划清界限，二则是潜台词表示出慕容鲜卑部只认大晋皇帝和大晋中央朝廷，你王浚算哪根葱，竟然还想任命我？慕容伟当然头脑特别清醒，但王浚则是继续做着篡位登基的春秋大梦，甚至对自己辖区内凡是不同意称帝的士族们痛下杀手，这就让因八王之乱而逃离到幽州的中原大士族们感到愤慨又失望。公元311年，晋永嘉5年，截胡石勒在宁平城展开大屠杀，消灭西晋上层建筑和主力部队，匈奴刘耀攻破帝都洛阳，俘虏皇帝晋怀帝。那些逃亡到幽州的大族们眼见着故国焚毁，万里江山有家难回，王浚又在幽州倒行逆施，尺寸之地难以立足，他们感到无限的灰心，茫然无措，不知命运何去何从。举目四望之时，却发现在幽州的更北边有一个慕容鲜卑氏，为政亲民，爱惜民力，内部和谐团结，军事力量也算强大。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支部队对大晋忠心耿耿，而且汉化程度很高。于是数不尽的中原豪族名望开始脱离王浚，向着更北方的慕容伟进发。往慕容鲜卑跑的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民，相反，都曾是西晋时代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中有杨丹，曾担任西晋辽西太守，可以说是慕容伟的半个上级。游说、庞宪、宋氏都曾经在昌黎郡主政一方。当然，除了这些幽州、辽东的地方官，还有那些更显赫的中原大族，例如河东裴氏、庐江黄氏、平原宋氏、安定黄甫氏等等。面对强来投奔的名望，慕容伟也高度重视起来。为了团结联系这些晋朝移民，显示慕容氏绝对忠诚的底色，慕容伟发明了一个创举，那就是建立侨郡。例如为冀州人设立冀阳郡，给豫州人设立成州郡，给那些投奔到此处的人数众多的中原大豪族们单独划出来一块地方，单独管理，尽可能的使晋人能够安定生活。相较于胡汉分治的匈奴前赵和羯族后赵，慕容伟的立场、初心、智慧不知道比他们高到哪里去了。而且在慕容氏势力骤长之时，慕容伟本人却依旧保持着应有的理智。
公元316年，匈奴人又攻破长安，俘虏晋闵帝，西晋彻底灭亡。面对江南晋王司马睿送来的委任状，慕容伟还是一如既往的拒绝了，表示我也实在不是谦虚，还是另请高明吧，并且反过头来敦促司马睿赶紧登基称帝，继承大晋，明定秩序，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建武元年春2月，在刘琨同志的牵头之下，慕容伟连同段匹敌、段卷、邵旭、曹仪、崔弼等人共同联名劝进。次年，司马睿正式登基，东晋正式立国。而东晋朝廷对慕容伟的忠诚也颇为认可，随即授予了他一大堆眼花缭乱的头衔。既有中原大氏族的支持，又有辽西、辽东地区长官的拥戴，还有晋王朝的正式任命，慕容氏已经颇具了割据的势力。不过，慕容伟还是一以贯之低调作风。在他去世之前，仅对外做出2次大规模战斗，一次是应对来自晋平州刺史崔弼的阴谋围攻。崔弼出身于顶级世家清河崔氏，是曹操的尚书令崔琰的曾孙，同时他又是王浚的小舅子。当年王浚割据幽州之时，崔弼过得很舒服。后来石勒之的王浚被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先生先捧再骗后杀，骤然间失去靠山的崔弼，此刻也只能勉强支棱起来应对时局了。本来崔弼认为王浚没了之后，自己应是中原士族投奔的对象，结果抬头一看，一个搭理他的都没有，反而都跑到北边的慕容伟那里。受到人格和智力双重侮辱的崔弼开始使坏，他秘密联络高句丽、宇文鲜卑和段部鲜卑，承诺三国只要打死慕容伟，他就替朝廷做主，把慕容家的地盘分给你们。当然，这件事在本质上是崔弼与慕容伟争夺辽东幽州的主导权，三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最终联系起来，合兵进攻慕容伟。面对这种情况，已经身经百战的慕容伟微微一笑，给部下解释说，三国看似来势汹汹，其实不过是想趁火打劫。别看他们眼前势高气昂，但这都是临时凑出来的，没有统一的指挥，相互之间又不信任，时间久了，矛盾自然就显现出来了。看穿三方小九九的慕容伟，旋即打出一张挑拨离间，派人只给宇文鲜卑送去牛和酒，大张旗鼓的犒劳宇文部，还到处给人嚷嚷说，东夷校尉崔弼昨天派使者到我那儿了，让我好好犒劳宇文部。剩下2家高句丽和段氏鲜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心想这崔弼一肚子坏水，表面上说让我们3家讨伐慕容伟，背地里不会是让慕容伟和宇文部联合，完了把我们2家给吃掉吧？反正你们晋朝的脏活黑手多得很，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随后高句丽和段部便各自撤军了，而崔弼组织的这场所谓的三国来攻，又变成了一个在辽东上演100多年的旧故事。慕容部对战死对头宇文部，宇文部的首领宇文系读关是唯一一个真的想弄死慕容家族的人。虽然盟军已经退军了，但他也毫不在意，表示此次我宇文部发兵数10万，连营40里，消灭慕容鲜卑那不是手拿把掐，高句丽和段部那就是有眼无珠无福消受，就等着我平定慕容部，独享他的地盘吧。在混乱的时局中，慕容伟一路成长至今，已经成了人精中的人精，而他的孩子中也有2个早早就爆发了闪耀的光芒。此次在前线应对宇文部围攻的是慕容伟的老三慕容晃，也是在未来下一代慕容家的首领。而另外一个庶长子老大慕容翰此时正驻扎在别处。慕容伟的想法是把几个握有兵力的孩子都召集回来，形成合力，应对宇文部所谓的连营40里。而慕容翰却不这么认为，他派人给父亲汇报说，宇文部倾巢而来，想要的就是我们跟他打大决战。如果我们都带着部队回去了，那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基本上促成了决战时机的到来。到时候想不打都不行。现在父亲您城里的兵力还能够抵挡一阵儿，我建议把我放在外围，当做一支骑兵，机动巡回，伺机骚扰，作为宇文部的威胁来部署。慕容伟琢磨来琢磨去，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这边慕容氏兄弟同心，父子上任，那边宇文部也不敢贸然出击。等来等去，宇文系督官寻思，打不动城里的慕容伟，那还打不了你毛头小的慕容翰吗？于是决定首先消灭外围的慕容翰。慕容翰虽然年轻，只有20多岁，但是手法却极其老辣。听说宇文部分兵前来，慕容翰先是使出一招骗，他派人伪装成宇文部的盟军段部的使者，给宇文系督官说，我们段部现在这会儿正在攻打慕容翰呢，大王派我向您宇文部来请救兵，宇文大人最好快一点进军，跟我们合兵，别让慕容翰那小子跑了。宇文部一听，哟呵，想啥来啥，随即下令部队沿途不设防备，全速往慕容翰处进发。慕容翰看到宇文部已经上钩，随即使出第2招算。
他立刻率领部队迎着宇文部而上，在沿途设置埋伏圈等待他，而且还立刻派人赶往慕容伟大本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慕容伟，还请慕容伟现在率领城中精锐全军出击，从后面追击宇文部。两方面相向而行，在野战中夹击消灭宇文部。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走上了慕容翰的设计。宇文西毒官不设防备，一路狂奔，直到一头撞上了慕容翰的包围圈，才仓促应对。又由于仓促作战，慕容翰早有埋伏，等到宇文部战斗不利，想要撤军的时候，一回头又惊恐地发现慕容伟本人已经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赶到战场。本来是攻坚与防守的战斗，被慕容伟、慕容翰精妙配合，活生生打成了运动战。那战斗结果也就没什么意外了。实在宇文部大军众皆惶扰，不知所为，终于在混战中全军覆没。宇文西毒官本人单骑逃出战场。在战斗中，慕容伟不仅俘获了辎重牛马，装备无数，还缴获了不知怎么流传到宇文部的3枚皇帝玉玺。你看这世道乱的，堂堂中原皇帝的天子6玺，竟然有一半都让这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鲜卑酋长给昧下了。当然，慕容伟还是保持着一贯忠诚本色，作风过硬的他非常重视这3枚玉玺，派自己的长史，也是辽东地区能拿得出手的顶级豪门河东裴氏的裴仪，亲自前往建康向东晋朝廷献宝。裴仪出发了，或许走海路从渤海湾出发，也或许走陆路，一路穿过后赵的核心地盘，千难万险自不必说。但眼前慕容伟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毕竟那个挑唆三国讨伐慕容氏的平州刺史崔弼还没收拾呢。崔弼听说自己组织的对慕容家的围攻彻底失败了，心里比较慌，于是派人给慕容伟道喜，祝贺他打了胜仗，也是试探试探慕容伟对自己的态度。结果崔弼的使者刚到慕容伟的地盘，其他3家也派人来了，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和慕容氏求和，以后不再敌对了。这下四方人马面面相觑，尴尬到极点。在漫长的沉默之后，3方使者也索性不装了，当着崔弼使者的面说，之前我们合兵攻打您，不是我们的本意，是平州刺史崔弼教我们的。慕容伟当然知道这是崔弼的阴谋，于是把使者带到阅兵场上，对着庄严肃穆的大军笑呵呵地给崔弼的使者说，回去告诉崔弼，投降是上策，逃跑是下策。崔弼听了这话，当然吓得魂飞魄散。尽管慕容伟说了逃跑是下策，但他还是选择仓皇夺路而逃，一路飞奔到了高句丽，而经营多年的平州就这样落到了慕容伟的手中。当然，崔弼当然还是不死心，还撺掇着高句丽反攻慕容伟。结果就是硬碰硬的打了几仗之后，高句丽意识到慕容氏的强大，选择派人来和慕容伟求和联盟。这次战斗之后，直到慕容伟去世，整个慕容氏就只打过1次仗。当然，这次战斗还是因为忠诚。起因是后赵皇帝石勒试图拉拢慕容伟，派人给慕容伟宣传后赵的好政策，但慕容伟不仅坚决拒绝了，而且还反手把石勒的使者给绑了，再次千里迢迢送到东晋建康城，让朝廷斩首。石勒听闻大怒，但是此时正忙着全力抗击匈奴人，准备开展2赵之间的大决战，无力应对强势的慕容家，他也只能学着中原王朝以夷制夷的把戏，挑拨宇文部去骚扰围攻慕容伟。此时宇文部的首领是宇文启德圭，一听能打慕容氏，他二话没说就平 A 了过去。于是这个故事再次变成了宇文部和慕容氏2家世仇，裹挟着段部、所头部等势力大打出手的故事。当然了，结果也是一如既往的熟悉。宇文部再次被慕容伟带着儿子慕容晃、慕容仁打得大出血，一口气驱逐300余里，又是俘获宇文部的人口，又是拆了宇文部的都城。自此之后，宇文部又老实了好几年。此时慕容伟已经56岁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已经走到了结尾，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带着慕容部发展壮大、全面汉化，似乎也完成的差不多了。作为臣子，他在霸王之乱之后始终奉晋朝为正统，给晋朝移民创造了为数不多的能保留火种的生存地。作为部落首领，他非常努力地推行汉化改革，大力吸收先进生产力，保境安民，带领部众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甚至自己都已经成了能著书立说的胡人大儒。作为军事统帅，慕容周边的大大小小威胁，慕容伟也是出手收拾了个遍，外患威胁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处。似乎接下来的工作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为儿孙继。因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慕容伟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了求取王爵这件事上。公元331年，62岁的慕容伟召开局级以上干部大会，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慕容伟同志久经考验，忠贞不二，但功劳虽大，却地位很低。未来慕容伟同志任务艰巨，
肩上的担子不小，如果不封王，不足以镇抚华夷百姓，不足以团结带领幽州、辽西、辽东地区的同志们顺利开展工作。当然了，慕容伟也不会傻乎乎的直接张嘴要官，他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东晋朝廷的太尉陶侃出兵北伐，他慕容伟可以从北向南与陶侃两面夹击后赵。这封书信一同到达建康的，还有辽东各级干部联名写的请封奏章，建议朝廷封慕容伟为燕王。但王爵岂是那么好就获得的？王敦、王导兄弟当年辅佐元帝开创东晋，那么大的功劳，也就是个郡公。陶侃自己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到死也勉强是个郡公。这慕容伟大嘴一张就要封王，肯定是不合适的。但贸然决绝慕容伟，万一他伤心愤怒，倒向石勒了，又该怎么办呢？但陶侃毕竟是跟元帝、明帝、王敦、王导、苏峻、祖约、温峤、于亮都谈笑风生过的老同志，是不折不扣的太极拳高手。因此，老狐狸陶侃给老狐狸慕容伟回信说：“功成尽绝，古之成制。您虽然没能为朝廷消灭石勒，但是尽忠竭力，朝廷是看在眼里的。我已经把您封王的奏书报了上去，可否快慢就得看上级领导的意思了。”陶侃这话的意思是，封王这事儿吧，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别急，咱们慢慢走流程。慕容伟就这样等啊等，一直等到咸和8年，公元333年的夏天，自己病重去世的那一天，他也没有等到东晋朝廷关于封王这一事儿的任何答复。属于一代目慕容伟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年轻的时候，慕容伟血气方刚，冒冒失失地拍了大晋的老虎屁股，结果被晋朝打得4年回不了家。但年轻人犯错误不可怕，猛回头也是英雄本色。就是这么一个肝火旺的小子，却在后来自己执政49年的时间里，终生秉持隐忍、克制、低调、务实的本色，带领自己的这支队伍走上忠君爱国、大力生产、全面汉化的发展道路。晋书曾经毫不掩饰地夸赞慕容伟是前燕基业奠基者，不厌其烦地列出他一生的功绩，宣称在前燕的历代首领当中，只有慕容伟是最后的。燕国的崛起就是从慕容伟手中开创的，而上天对他老慕容家也还是非常偏爱的。从慕容伟开始，接连出了3代雄主，除了国君，兄弟里面也是人才辈出。接下来的故事就要由慕容晃、慕容俊这些孩子们去演绎了。到那时，慕容家族将会何去何从呢？是南下入关问鼎中原，还是像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那样灰飞烟灭呢？慕容伟是看不到了，他心想，或许只有天知道了。拜拜。